早上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把我吵醒，随后我们2单元的业主群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，期待能在下一个晴天见到你们。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个人以上，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。我撇了撇嘴，觉得有人在恶作剧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我还来不及询问，群里已经有人先开了口，业主纷纷猜测是老陆的手机被盗，才会发这种无聊的消息。直到一张照片被发到群里，群瞬间炸开了锅，一个女人面色发青地倒在地上，嘴角泛出粉红色泡沫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。这也太可怕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我的消息一发出去，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大家都在认真地分析着规则。马吉小区不是单身公寓，像我这样独居的住户并不多，冰箱里的食物只能吃1天，不让出门却允许去购买食物，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我的脑子一团乱麻，捋不出一丝头绪。突然间，从隔壁502传出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怯生生地挪到阳台。502的男人用力掐着老婆的脖子，面对老婆的挣扎，他根本无动于衷。猛然间，男人看到了对面偷窥的我，抬起头冲我阴森森地笑。我赶紧拉紧窗帘，迅速地缩进了屋子，紧张的后背全是冷汗。这对夫妻刚结婚不久，明明感情一直很好，我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上不来也下不去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我失魂落魄地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，都是我昨天买的。他们明天会怎样呢？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宝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独自带着6岁大的儿子生活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，经常送点心给我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的心提了起来，抿紧嘴巴。李姐又喊了几声后，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随后是一片寂静。我心里默念着对不起，凑到猫眼向外望去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我正想松一口气，李姐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就在门口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想到那条规则，我下意识地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去，僵直地向前走着。直觉告诉我，她有些不对。她走到502的门口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对我说过的话。502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谁呀？有病吧？502的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接下来安静的只能听到我的心跳。突然，门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吓得退出很远，2只手紧紧捂住耳朵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个南瓜吧。我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已经难看到了极点。李姐，我真的没有南瓜，宝宝正在家里找你，他想你了。我艰难地开口，听到儿子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出现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502的男人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他会死掉。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太可怕了！眼泪不受控制地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午，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。为了让自己保持充足的体力，我还是决定熬点粥。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斑斑点点。我颤抖着拍下这些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禁了言。叮咚一声，群主发来了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。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颤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的一片，小区的绿化带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冷汗瞬间打湿了我的衣服，迅速重新拉好窗帘，不停地拍着胸口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。
直到看到楼下密密麻麻的尸体，我才终于确定群里的大雾规则是真的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，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定，拿起手机看着单元业主群，我家有人敲门了，我家也是，说是楼下反映漏水，千万别开门。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，不少人附和，敲门声越来越大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响动渐渐消失了，整栋楼又恢复了平静。熬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刚睁开眼，下意识的就先跑到了厨房，看着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全都腐烂了，隐隐散发着臭味，我心中有些发慌。每天都必须吃食物，可以下去买，但物里有毒又不让出门。我生平第一次想打人，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就没了动静，手机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。我大着胆子屏住呼吸打开门缝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个防护服和防毒面罩，我立刻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，瞥了一眼楼道，愣怔了片刻，随即迅速关上了门。我跑到阳台往下看去，果然所有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，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也都不见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有防护服就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，这条规则是假的。那李姐是因何而死？我理不出一丝头绪，却不敢有一丝怠慢，毕竟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戴完毕后，果断下了楼。超市就在我这栋楼的边上，平常整个小区的人顺道买东西都会往这里走，但是今天人简直少得可怜。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黑板：超市规则：1. 超市里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. 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. 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. 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哦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就算是死了一些，食物也是不够分的。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，我麻溜地跟了进去。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关上了，我转过身看着外面，超市门口的小黑板都不见了，也就是说，后面的这些人都看不见这个规则。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正眼巴巴地看着里面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轻易出不去了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，看到新鲜的肉咽了咽口水。我明明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但是规则说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蔬菜区，拿了几颗青椒和土豆，再买了桶泡面。看到有南瓜饼，我想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拿了一袋。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了上面贴着的规则：超市内部规则：1. 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，可以进出。2. 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3.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，这也是隐藏规则吗？我望向了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都看完了规则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，等安稳回去之后再慢慢分析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很有默契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瞬间朝家的方向跑，大家都穿的一样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得出来。还没走一会儿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穿着白裙的姑娘，缩在椅子上，见我走来后，抬眸可怜兮兮的：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我吗？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免让人生怜。但想到新规则，我憋住心里生出的同情心，忽视她的哀求，径直地从她旁边走了过去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我一口气直接跑回了楼道口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按下电梯。刚进入电梯，却听到外面有脚步跑来的声音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戒备地看着电梯口，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儿子宝宝。他睁着无邪的大眼睛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：小周阿姨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：乖乖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。他让你在家等他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宝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了一个寒噤，想到了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的，会自己开门，你乖先回家啊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眉眼里含笑，冲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后，又开始担心自己把食物分享给宝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，然后一命呜呼。
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可惜现在回应的人寥寥无几。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规则是相矛盾的，到底哪条规则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。可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的鸡公煲。妈妈咧嘴一笑，还是从前的模样。我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她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！妈妈说着扭头进了厨房。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饭菜很快上了桌，是又焦又糊的味道。妈妈漆黑的眼孔注视着我，清白的脸上露出了僵硬的笑。我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。我猛地转过身，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。在我慢慢地恢复理智后，突然想到那2条矛盾的规则，那就说明家里是安全的，那条规则是假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他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丫头，锅里的肉要凉了。冰冷的风从我脸上刮过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拿起床头的镜子朝他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呜咽声，夺门而出，屏住呼吸关上门后，我瘫坐在地上，想起刚才的经历，还是一阵后怕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发到群里，群里陆续有人回应我，并诉说着自己刚刚的经历，真的是五花八门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就送来了。我揣上小镜子，马不停蹄地去了超市，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每分钟都提心吊胆，因为窗外不时的就会传来惨叫声，不知道他们触犯了哪条规则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。发现我给宝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后，我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些他喜欢吃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，他再开门拿。直到第4天，在我刚从超市出来时，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，怀中的食物也散落在地上，一时间周围多出了很多人，把食物都抢走了。我坐在地上十分无助，突然发现人心真的比贪吃鬼还可怕。业主们的心态渐渐崩了，开始有人在群里抱怨度日如年，期盼着第7天赶紧到来。看着他们的留言，我无奈的苦笑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里发言的人越来越少。下午，我做好防护下了楼，一溜烟钻进了超市。买完东西刚准备结账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有一双手直接把我推倒在一个男人脚下，怀里的镜子也摔碎了一地。我抬头望去，那个男人手里提着一大袋鲜肉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。这个认知让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手心里全是汗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心虚地瞟了我一眼。面前的贪吃鬼一步步靠近我，周围的人也四散奔逃。我恐惧地向后挪，眼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即将死掉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。阿姨，跟我来。是宝宝。宝宝一路拉着我来到了超市后门边的厕所，然后果断地锁好门。门外传来疯狂的砸门声，我将宝宝用力搂在怀里。阿姨，不要害怕，他们进不来的。宝宝的这句话猛地让我想起了那条规则，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我惊讶地看着宝宝，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规则？阿姨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宝宝起身把马桶盖费力地拿了下来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马桶盖后面竟然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除了家以外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厕所也是安全离开小区的唯一出路。宝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诧异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，都是妈妈带我打败怪兽。提到妈妈，宝宝的眼睛沾满了泪水。看到孩子眼里的坚毅，我确定他没有说谎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发布了这条消息：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的厕所集合。我还把马桶盖上的规则拍了照片发进群里。群里很快有人回复了我：不要相信他在说谎，他想引我们过去。对，我亲眼看到贪吃鬼抓住了他。看着一条条质疑的消息，我的心里有些难过。门外依旧喧嚣，我捂住宝宝的耳朵，告诉他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夜幕渐渐来临，我和宝宝又饿又困，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。次日，我醒来时，身边围满了人，他们没戴防毒面罩，也没有穿防护服。一位消防员模样的叔叔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你们俩真是福大命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消防员告诉我，昨晚麻吉小区2单元发生了特大火灾，除了我和宝宝，其他人都丧生火海。我满脸的不可置信，紧紧搂住了宝宝。我们真的活下来了吗？在他们确认我们与火灾无关之后，就放走了我们。我带着小宝租了个房子暂住。天气预报报道，7日后有大雾，请各位市民做好准备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
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。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别碰我！”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两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。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“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：“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“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”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，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